我抬头看向他，他的眼中闪着一丝光芒，含笑着问我，怎么，说话的时候倒不急了？你意我伸出手指想要指他，想了想又算了，不跟他多烦，免得自己又说漏嘴。变哑巴了？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撇过头去。他不以为意，忽然凑近我，神秘兮兮地低声道，你真要去方便，我可以陪你去，不用叫丫头了，免得憋坏了你。胀！我气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他撕成两半，他却一本正经地看着我，十分热心的样子。我呼呼地喘了两口气，他还真把自己当雷锋了怎么样？雷锋又说话了。我举步往屋里走去，临走前还不忘恶狠狠地说了一句，谢谢你，我不用了。他笑着说好，一边跟进来。我感觉心生寒意，正要说话，他忽然出手，掠到我面前，在我胸口几点两处。我惊讶地张口就叫，却发现没发出声音，我怎么回事？我脸色大变，震惊地看着他。他退开一步，脸上平静，不要紧张，我只是点了你的哑穴。为什么要点我的哑穴？我想问。他仿佛知道我所想，继续说，果然被你说中了，你家夫君的确很聪明，他从昨天发现你不见了，一直找到今天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他现在正往我这里来，为了待会不让你乱说话，我只得把你的哑穴点了卑鄙无耻。我恨极，却说不出话来，脑中回想起他刚才的那句话，他从昨天发现你不见了，一直找到今天，我的玉一定吸死了吧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待会他来的时候会不会认出我？虽然被易了容，说不了话，我们之间的那种熟悉感，他不会感觉不出来吧？门外很快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听声音应该有10几个人。我跟着卓寻走出去，一身喜服的上官玉带领着10几个人快步而来。我的眼睛瞬间模糊，他脸上难掩焦急之色，为了找我，竟然到现在连喜服还穿在身上。卓寻明知他来所谓何事，却装作不知的询问。上官玉看了他一眼，淡声道，我房里丢了件东西，有人看到小偷往这边来了，所以我来看看，打扰之处还请见谅。卓寻脸上未变，笑着说，好好好，那快去找找看，别让小偷跑远了。上官玉挥了挥手，10几个人立刻从四面入方窜进卓寻的房间。卓寻见他们进去，朝上官玉伸了伸手，要不我们先进去喝杯茶？不了，我待会就走，有空再来拜访。上官玉根本没心思跟卓寻说话，眼睛盯着众人进去的方向。卓寻收回手，朝我看了一眼，嘴角不易察觉地露出一丝笑。我恨得要命，要不是他此时站在我前面，封住了我的路，我根本可以冲到上官玉面前的。我着急地看着上官玉，他怎么不把头转过来呢？他不看卓寻，也根本不会注意我，我怎么跟他眼神交流报告殿下，没找到小偷？几个人重新出来了，上官玉脸上闪过一丝失望，回身向卓寻抱拳，抱歉，打扰了。我急忙看向上官玉，拼命让他注意我，怎奈他根本识卓寻都是心不在焉的，对于我的动作根本瞟都没瞟一眼。我心里对他又爱又急，拼命想发出一点声音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上官玉准备离去，卓寻用力拉住，对我露出一个警告的神色。我豁出去了，决定拼一拼，索性快走2步，啪的一声摔倒在地。上官玉听到声音回过头来，我期盼地抬起头看向他。他望了我2眼，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。我张了张嘴，想用口型告诉他我是谁，卓寻猛地挡到我面前，抱歉地笑道，惊到殿下了，我这小厮平时就胆子小，看到这样的场面被吓到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上官玉回过神来，冷淡地收回目光，摇了摇头，举步朝外走去。卓寻拉起我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紧紧拽住我的手。我绝望地看着上官玉离去的背影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下。为什么你就不会回头看一眼呢？回头看一眼啊，看一眼你就会看到我了。回头啊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，他都没有再回头。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来这个地方，若不是为了找我，他怎么会来呢？没有找到我，他怎么又会再回头看我？无力地瘫软下去，手上传来的疼痛让我抬起头。只见卓寻一脸怒气地看着我，青筋突突地跳着。好啊，
看来封了你的哑穴还不行，还要把你的手脚给封。我满眼是泪地瞪着他，他更加生气，拽着我的手拉到眼前，吼道：瞪什么瞪？你再瞪他也不会回来了。怕我气急，想也不想地抢起一掌，直接朝他脸上举去。他反应迅速，侧头一避，我的指甲划过他的脸，留下一串淡淡的红痕。隐藏在他周围的大汉迅速出现，他数骂一声该死，用力推开我，我敌不过他的力气，整个人被他甩开，砰的一声摔倒在地。那些人迅速制住我，卓寻望了我一眼，冷冷地吩咐，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吩咐不要给他食物。是，几个大汉低下头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想着可能谁远都见不到我的玉了，哭得瘫倒在地上。那天一整天，我果然没有得到食物，但我心情极度低迷，根本没感觉到饿。晚上卓寻回来的时候，更是使我冷眼相向，不跟我说一句话。他沉默地给我解了穴，但由于点穴时间太长，我竟然发现解穴后我还是说不了话，而且喉咙痛得要命。我对卓寻恨极，没有告诉他，早早的就睡了，但脑中想着跟上官玉的点点滴滴，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下来，几乎是哭着睡过去的。第68章对抗。半夜，我被饿醒了，翻来覆去的再睡不着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起来找水喝。一大杯水下肚，肚子才终于有了饱腹感。回头准备重新躺回椅子上，却发现卓寻寻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被吓了一跳，确认他是醒着，不是在梦游，不由得转过眼，躺上椅子背对着他。就这样过了一天，第二天醒来，肚子开始抗议了，咕咕地叫个不停。我现在真是恨自己啊，自溜想要争气熬住，偏偏肚子不配合，叫得厉害。我只能拼命喝水，但光喝水终究不是解决之法，一天水喝下来，喝到最后我都要吐了。卓寻寻却对此视而不见，依旧没吩咐人给我食物，我也能撑则撑，倔强的不开口。坐在窗边，看着外面柳絮纷飞，思绪仿佛也成了那无根的飘絮，飞过重重宫墙，直选庆成宫。今天已经是上官玉新婚的第3天了吧？我不知道这3天他是怎么过的，心雅一定以为我害怕与他碰面，所以离开了。谁知我是身不由己，被困在这里出不去。早知会这样，那天我宁愿待在宫里，亲眼看着上官玉把他娶进门，也不要出去透风了。我恨极了自己，明明给了自己勇气要与他斗到底的，到头来招还没过，我就彻底失去了机会。我坐在窗边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拿着热茶。2天没吃东西了，虽然已经饿得胃痛了，却比不上我想着他在外面四处奔走寻找我来的心痛。嘎吱，门突然开了，2个丫头进来收拾东西，我看了他们一眼，顿时心生警惕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们也不抬头，手上继续着动作，毫无表情地说，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回家？回邪祠吗？我意识到上官玉已结婚3天，照理是应该回去了。卓寻寻要回邪祠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还没有逃出去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走动。硬冲，绝对不行，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根本没有那个力气，关且门外还有2个人把门，我也打不过他们。制逃也不行，卓寻寻的眼睛好像伸在我身上，我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立刻就会出现阻断我的计划。硬冲不行，制逃也不行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告诉自己冷静下来，冷静才能想出办法。咕咕咕，肚子又不是时的发出叫声，我用力揉了揉，胃痛让我直不起腰来。对了，胃痛，我揉肚子的手突然顿住，要是我胃痛的厉害的话，卓寻寻总不会看着我死，不给我找御医吧？只要他帮我找来御医，到时我趁他不注意，陪御医传个消息，不是就可以让他帮我把消息传出去了吗？这个办法虽然有些冒险，但是唯一一个可以见到除了他们邪祠外的宫里人了。我详细的想了下流程，准备好一切后，便睡倒在床上。为了力求表现真实，我也不喝水了，表情痛苦的蜷成一顾，对于进进出出的人无任何反应。一开始，丫头还没什么反应，许久之后，他们发现我有些奇怪，便过来看我。
我感觉自己有些头晕，心想着大概状态出来了，便紧闭双眼，一动不动。他们似乎用谐词语交流了几句，接着时有人伸手探向我的额头，片刻之后又离开了。之后再没有人来，我心里有些打鼓，这些丫头不会跟外面养个木头一样，不顾我的死活吧？怎么也没个人来关不下我晌午时分，我睡得晕晕乎乎，忽然听见一阵响动，接着就有人急匆匆地走进来，一双手附到我的额头。我心头一惊，立刻意识到是谁。他怎么回事？卓寻寻着急的声音传来，一个丫头回答道：奴婢也不知道，就看到他上午的时候就全在那里了。他上午就这样了？是。难道病了？卓寻寻终于说出我想要的答案，若不是我此时正在装病，我真想跳起来赞一句你好聪明。丫头不再说话，卓寻寻收回附在我额头上的手，说道：那把胡海叫进来吧，让他看看。王上，让您的专治大夫给这个下人看病，好像有些不妥吧？不如叫宫里的大夫来。一个丫头出声阻止，卓寻寻似乎有些不悦，冷声道：叫你就叫，哪来那么多旅话？丫头吓得不敢再说什么，赶紧应了一声，跑出去找那个叫胡海的大夫了。我本来满心欢喜的等着卓寻寻把太医院的大夫叫来，谁知他居然随身带了大夫，找了自己的御医，把我的计划打乱。该死的卓寻寻，每次都打乱我的计划，他是不是会读心术啊？我心里想什么，他都会跟我对着干。我一时急怒攻心，一股热血冲上脑门，再加上胃痛，整个人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我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空中，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。我和上官玉最初认识的那个转角处，两个互不相让的小孩扭作一顾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刚见面就会打成那样，估计我们是第一对了吧？只是人家常说的不打不相识，我们的感情就是慢慢打出来的吧？还记得皇上把我指婚给他，那种事情不管对方愿不愿意，他作为太子根本不用征求我的意见，但他怕我不愿意，居然问我的意见，让我又感动又惊讶。不过真正彻底的把心给他，是那次围场狩猎，当我们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保护我，让我先走。当我看到他拼命让我逃跑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彻底爱上他了。他如此不顾自己生命的保护我，任谁看了都不会不感动。所以当那只熊朝我扑来的一刹那，我脑中想到的就是怎样不让他受到伤害。而当危险终于远去，他抱着我飞奔回行宫，我虽然身上痛得要命，但看到丸资源熊出品，甜蜜的日子总是出现在开心的时刻。漫天的红色遮住了我的眼睛，我看到自己一身喜服地嫁给了上官玉。他那日笑得如此灿烂，俊朗的脸庞深深刻在我的脑海，我幸福地忘却了一切。若是能这样一辈子到老，我也愿意。可是为什么至今毫无结果的小产挟持的战争又历时2个多月，我们一起经历了悲痛与胜利的喜悦，回报给我的却是伤心与委屈。为何就是没有完整的幸福？忽然我又看到新雅穿着喜服冷笑地看着我，仿佛在笑我的失败。她美丽的褐色瞳仁带着琉璃般的光彩，下巴骄傲地昂起，我想挥手给她一巴掌，偏偏我的手指居然凭空穿过她的脸，她没有任何感觉地看着我，脸上的笑容越发可恶。一个15岁的丫头居然就有这样深沉的心思。我看着渐渐离我远去的上官玉，头仿佛炸开般疼痛。玉儿，玉儿！忽然之间，一声熟悉的悦儿灌入耳中，我微微一震，画面消散，我的眼前又陷入一片黑暗。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，只是感觉自己被抱在一个温暖的怀中，那人的心跳急促，不停地在我耳边唤着我的名字。我拼至极，本来根本不想睁开眼睛，但那个声音沙哑而担忧，让我不忍忽略。我心中激动，是玉吗？是他找到我了。我此时真想看看我的玉呀，看看他温暖的笑容，痴情的眼眸，含笑的唇，怎奈眼皮好像压了1000斤重的东西。我试了几次，虽然脑子已经依稀能听到外界的声音，但是仍然睁不开眼睛。玉儿，你醒醒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那人的声音越来越焦急不安，
但修长的手指仍然温柔地抚着我的脸。玉，我的玉，只有他才会这么温柔地抚摸我。我要见他，我不要再一次错过了。想要醒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，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。呀！突然的光明让我无法适应，我低低地喊了一声，嘶哑的声音好像根本不是我喉咙里发出的。你醒了，他惊喜的声音从头顶传来。我朝声源望去，依稀看清是一个男子的轮廓。随着视线慢慢清晰，我看见卓寻寻的脸呈放大的样子呈现在我面前。啊！我的思维瞬间短路，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整个人被他抱在怀里。你放开我！我气愤地吼道，无奈大病未愈，吼声还不如平时说话的声音大。别动，你正发高烧。他的惊喜只持续在了我睁开眼的瞬间，待我再仔细看时，他脸上的惊喜已完全不见，只剩下关心。我根本不想跟他说话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了我的计划，让我逃跑的算盘一次次落空。不过，我虽然不睬他，却发现了一件事：我和他怎么在移动，床怎么会动？我脸色一变，挣扎着想离开他的怀抱一看究竟，谁知他不顾我的抵触，压住我的手，急切地低声斥道：别动，这是在马车上。马车？我怔了一下，随即在周围环顾一圈，果然不是房间的摆设，而且大小也足足比房间小了不知多少。我在马车上，突然想到临昏过去前丫头在房间里整理东西，莫非我现在是在回邪祠的马车上？第69章病愈。该死，我昏睡了过久。我们离开了多久？我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出了皇宫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我来不及跟他闹脾气，急忙关心这个问题。他日光一闪，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回答了我：你都昏睡了1天1夜了。1天1夜，我沙哑着噪音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卓寻寻，脑中嗡的一声响了。我居然昏睡了1天1夜，那按照这速度，现在起码也已经走到了京城外300里。这样远的路程，我根本无法回去了。难道这真的是我的命运？离开上官玉，被这个随时可能发现我就是他死敌的人待在一起。老天，你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？我欲哭无泪，眼前又是一黑，再次昏了过去。卓寻寻霎时重新慌张起来的声音飘渺地传入我耳中，我已经无力再去想什么了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茫茫然地看着头顶的车厢，许久之后才回过神来，告诉自己要冷静。我们虽然离开了皇宫，他们不是在回邪祠的路上吗？雁城就在邪祠旁边，而大哥在雁城当守卫。若是我能让卓寻寻放松警戒，说不定可以逃出去雁城找大哥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如此这般分析了一下，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离开卓寻寻掌控的办法。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出城，离雁城又有好几天的路要走，我不如就趁着这段时间好好养病，有了力气才能执行自己的计划。想罢，我睁开眼睛，缓缓坐起来。马车里很安静，卓寻寻并不在，我松了口气，掀开帘子想看看这是走到哪了。没想到当我掀开帘子的时候，我却愣住了。卓寻寻正骑在马上走在前面，听见响动，他回过头来，看见我醒了，脸上一喜，急忙缓下马速，走到我旁边，问道：你醒了？好点没？我看了他一眼，不想面对他如此关切的脸，缓缓点了点头，放下帘子。我慢慢靠向身后的车厢，是我占有了他的车厢，所以他到外面骑马去了吗？堂堂一个邪祠的王，居然把马车让给了一个外人，自己去骑马。难道他就不怕下人看清了吗？帘子一动，一个人影窜进来，我不用看都知道是谁。卓寻寻自然而然地凑近我，伸手探向我额头。我极不适应他这样关心的举动，我昏睡的时候他这样做就算了，反正我不知道，若是在我清醒了还这么做，我冷淡地撇开头。他身在半空中的手扑了个空，脸上有一丝尴尬。有水吗？我想喝水。为了缓解尴尬的气安，我只好随便找了个话题。他哦一声，从旁边拿了一个水壶递给我。我喝了2口，拿着水壶不说话。他看着我，干巴巴地问：烧退了吗？我发烧了吗？我只知道自己昏过去了，至于有没有发烧，
他如果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我下意识伸手摸了摸额头，额头并不烫，头也不痛，肚子好像也不饿了，便嗯了一声。他看了看我，对外面的人道：“把胡海叫来。”不一会儿，胡海上了马车，卓寻寻免去了他的跪拜礼，直接让他给我再看看。我没有推辞，现在看好病是关键，跟自己的身体作对没意思，于是我顺从的让他给我把了脉，看了舌苔，又试了温度。胡海怎么样了？卓寻寻见胡海诊断完毕，急忙问。胡海看了他一眼，退开一步，低着头说：“小姐的脉象已经趋于平稳，可喜的是烧终于退了，只是前2天饿过了头，伤了胃，又加上思虑过甚，情绪低落，所以病情才会来势汹汹。现在人已经清醒，烧也退了，只需好好调养一段时间，不要再胡思乱想，这病就会痊愈。微臣再开一张方子，只要按时服药，就没有大碍了。”胡海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开好的药方递陪卓寻寻看。卓寻寻仔细看了看，说了声好，就让胡海出去煎药了。马车继续前行着，卓寻寻一直看着我，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，只好拉起被子坐到窗口，盯着窗外出神。你烧刚退，不要吹风。一双手伸到我面前，替我拉起了帘子。我沉默地回过头，也不说话，低头看着马车的箱底。你恨我吗？他突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。我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，盯着箱底沉默着。他一开始还看着我，见我没有反应，便也不问了。半炷香后，胡海在风外说药熬好了，他轻叹了口气，俯身将药端进来。喝了吧。他将药递到我面前，我看了一眼黑乎乎的药，皱了皱眉。更要苦口，喝下去就会好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心中暗道，不是要趁着这段时间赶快将病治好吗？现在有人免费给我治病，熬药，我不喝才变了呢。我接过药碗，尽量忽略药的苦味，一饮而尽，1日3顿的药，吃得我苦不堪言。我看到就想逃，无奈我要赶快好起来，只好皱着眉头喝下去。大概卓寻寻看我吃得辛苦，那天刚喝完药，他像变戏法一样，从手里变出2块类似棉花糖的东西。这是我们协慈特产的雪酪糖，吃完药吃2块就不会苦了。我看着卓寻寻递到我手里的雪酪糖，雪白的雪酪糖，晶莹别透，中间隐隐透出一团嫣红的线。我玉在手里不动，他微笑着，再三催促我尝尝。我拗不过他，咬了一小口，没想到外皮入口即化，满口清香的草莓馅霎时溢满口腔，药的苦味果然被掩盖过去。我颇有些感动地看着手里的雪酪糖，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被他的2块糖感动了，不就是2块糖吗？虽然他细心地发现了我怕药苦，但他绑架了我，把妹妹强嫁给上官玉，害得我跟上官玉分离，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他引起的。我根本不用为他的这个举动而感激他。胡海开的药果然有效，我连着吃了3天，感觉胃里舒服多了，人也有了痛神。卓寻寻每天会按时给我送药来，然后看着我喝下去。我被他看了2天，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给我喝毒药，不然为什么每天非要看着我把药喝下去才放心？不知不觉，马车已经行进了7入天。还有4、5天就要到协慈了，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。我一则不想再心在那个马车里，每天与卓寻寻面对面的很不自在；二则队伍快接近雁城了，我想看看能不能趁着路过雁城就逃出去，不要回到协慈后再逃，那样比较困难。你让我下车骑马去吧，你坐马车。这是这些天来我对卓寻寻说的为数不多的几句话。他照例惊喜了一下，但听到我的要求，坚定地摇摇头，不行，你病才刚好，不适合车马劳顿。车马劳顿，我不屑于他的关心，冷眼看着他，你这马车每天不停地走着，就不算车马劳顿吗？我要骑马就是车马劳顿了，你是不是怕我逃了？你怎么又偏激了？他无奈于我这些天跟他说话总是针锋相对，口气有一丝无奈。我哼了一声，不是这样吗？不然你怕我骑马干什么？他看着我，褐色的瞳仁闪着变幻莫测的光。噗嗤，他忽然笑了起来。我瞪了他一眼。
没好气地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他笑看着我，字字认真道：“小病猫的病养好了，又变成威猛的小老虎了。”我脸上一红，他居然开这种玩笑，不由得瞪他，别岔开话题，到底让不让我骑马？不行。提到这个问题，他收回杠容，坚决地拒绝我。我一气，又威胁着问了一遍，到底行不行？不行。他不惧我的威胁，朝我瞪了瞪眼睛。我彻底无语，他从来没有一次是答应我的要求的，我的计划谁远都会毁在他手里。我们两人像斗鸡似的互相瞪着对方，忽然马车一个颠簸，我重心不稳，整个人朝前倒去。他眼疾手快，下意识地伸手扶住我，于是我整个人完全倒在他怀里，寂静，寂静。我听见他扑通扑通心跳的声音，我在干什么？思绪回归后，我整个人仿若触电般跳起来，想也不想地推开他。我去骑马了，我不管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简直要疯掉了。跟他同坐一辆马车，接受他的关怀，我到底是他的私饭，还是他请来做客的太子妃？我不再管他什么态度，起身想要下车，他迅速抓住我的手。如果你一定要骑马，我陪你骑。我愣住了，怔怔地看着他，他毫无商量的余地回看着我，紧紧拽住我的手。我的视线慢慢落在他拽住我的手上，定了2秒，忽然像烫着般用力甩掉。算了算了，我不骑了。我实在受不了他居然要陪我一起骑，一个挟持的王和一个不明身份的一起骑马，算怎么回事？他见目的达到，放开我的手，我赶忙退到离他最远的距离，免得我们又有任何身体接触。你就这么怕我？他挑了挑眉。我嗯哼一声，用不知他是否听得到的声音嘀咕了一句：如狼似虎。第70章婢女。因为被卓寻寻看住了，我想取到雁城的计划再次破灭。我决定死心塌地的跟他回挟持了，反正在他眼皮底下也做不了什么，索性等到了挟持再说。2日后，马车路过雁城，我眼睁睁地看着马车穿过雁城的城门，心里那个恼啊！再看看卓寻寻，他却舒服地靠在车厢后面，闭目养神。我恨得牙痒痒，故意发出噪声，让他不得安宁。他使得睁开眼睛，日不转睛地看着我，眼中带着无奈与玩腻。玩腻，我被脑中突然蹦出的这个词汇吓了一跳，他怎么会有这种表情？是我看错了吧？还是我眼花了？我不敢去想最夸我不安的原因，只能徘徊在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上。好在他只看了我一会，便被车外的一声王上打断。我感激地看向来人，原来是多尔。多尔日不斜视地看着卓寻寻，把我当空气。我不以为意，看着卓寻寻出了马车，与多尔策马同行，才长长的松了口气。翌日，马车驶进挟持都城宛城，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挟持的都城。我原本以为经过战火的洗礼，虽然没有伤到百姓，但百姓肯定会受影响，灾民肯定会有。没想到当我进入宛城的时候，映入眼产的是整洁的街道，街道两旁看不到任何衣衫褴褛的百姓，虽然百姓面色各异，但至少在外人看来，挟持还是民心安定。马车直接开到了皇宫门口，我跟在他后面，第一次看到了挟持的皇宫。与大楚皇宫的大气壮宪不同，挟持的皇宫显得颇有气质。2根汉白玉雕成的龙形立柱矗立在门口，共同撑起整个宫门。琉璃的瓦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熠熠生辉，非常灿烂夺目。透过宫门，整个皇宫都掩映在琉璃之下。与大楚皇宫对迷格局不同的是，挟持采用的3进3出的布局，让人不禁联想到宫院深深一去不回头的感觉。卓寻寻挥退了众人，只带着多尔与我一同往里走。众人看见卓寻寻回来，脸上露出喜色，纷纷俯身行礼。多尔一直把卓寻寻护送进了书房，才转身出去。我不解其意地看着他的背影，难道他是在一路监视我麻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可没工夫陪他打哑谜，心急地问道。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进一个衣橱，翻箱倒柜的，似乎在找着什么。我走到他旁边，也凑到他面前，盯着衣橱看。诺，你把这衣服换上。他随手丢给我一件衣服，
我打开一件，不禁愣装，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贴身婢女。什么？我愣愣地看着他丢给我的那件婢女服，惊讶得快把舌头齐掉了。怎么不满意呀？他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那你可以选择做厨房的丫头，或者洗衣局的丫头。那你给不给我工钱？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我抢着问。他站起身，眼睛瞪得如铜钟般大小，诧异地看着我。你是被我抓来的，还要工钱？我不悦地看着他，心道，我是被你抓来的，不过你以为我愿意被抓呀？要不是你那个手下太厉害，我才不愿意跟你到这来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好吧，如果你不愿意给我工钱的话，我情愿去洗衣局当丫头，好歹那里还发工钱。好吧，只要你认真工作，我就给你工钱。卓寻寻大概不愿跟我在工钱的问题上起矛盾，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。我心里一喜，既然已经到了挟持，我当然要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。有了钱，既然在陌生的地方也好活络。好，成交。我应声答应。他点点头，努了努嘴，示意我把衣服换上。我咂了咂嘴，该死的卓寻寻，我怎么也是大楚的太子妃吧，居然让我做他的小丫头，简直不把大楚的尊严放在眼里。我挣扎了片刻，想到现在毕竟在他的地盘上，我还是先忍气吞声一阵，等到能够在这里站稳脚跟，再另行计划吧。穿上挟持丫头的衣服，我特别不舒服，在大楚穿惯了金丝银线，环佩叮当的太子认服装，现在乍一穿上朴素到只有一块布料的衣服，总感觉身上好像少了点什么，非常不自在。卓寻寻好像看出了我的异样，眼睛在我脸上转了一圈，含笑着说，要不你嫁给我做妃子，你就可以换上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了。做梦，我想也不想的就丢给他一个白眼，没好气道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我宁愿穿难看死的丫头衣服，也不要穿你的妃子服。哦，我们挟持的衣服就对你这么没吸引力？是你对我没吸引力，我毫不给面子的反驳他。他日光一烈，看得我心中一颤，刚要问他要干什么，他忽然朝我走过来，栖身凑到我面前。你干嘛？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紧张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他也不说话，伸手抬起我的下颚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我紧张的呼吸都乱了，想也不想的就要挣扎。别动，他沉声道。他的声音带着让人无法动弹的霸气，我整个人僵在那里，木木地看着他。他似乎很满意我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，伸手往我耳边探去。我的睫毛颤了颤，他的手带着与上官玉不一样的陌生温暖，轻拂到我耳后，我似乎感觉他在找什么。他顺着我的耳畔一直摸到耳根，然后轻轻一捻，一层米黄色的薄膜状的东西就被他从脸上撕了下来。这是你的易容面皮，我惊诧地看着他。以往人家的易容面皮都比他厚好多，他这个简直就是一层薄膜，居然也可以把我的容貌改变这么多，连上官玉都没有认出来。他淡淡一笑，这是我们挟持皇宫秘制的易容面皮，很轻很薄，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所以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是不会拿的，拿得不巧，可能会把脸皮都扒下来呢。什么？这薄薄的一层面皮居然那么厉害，我惊讶的半晌舍不拢嘴巴。幸好这面皮薄，戴在脸上我都忘了它的存在，不然我真的很有可能去尝试剥下来，那我的脸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卓寻寻看我吓成这样，不禁微微一笑，小秀，帮我去厨房拿午饭来。小秀，你在叫我？我从惊愕中回过神，指了指自己，不确定地问。他眨了眨眼睛，一脸单纯地看着我，你认为这屋里除了你我，还有第三个人吗？我看了看他，又指了指自己，皱眉道，我有名字的好不好？小秀，听着多别扭。别扭，他不禁提高了音量，这可是我们挟持很多姑娘都用的名字，又文雅又秀气，你居然觉得别扭？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，想到他刚才吓我面皮的事，也故意笑他，你不是知道我的名字吗？我还是喜欢我原来那个名字。说罢，他的脸上涌起一阵尴尬，镇定了片刻后，视线定格在我脸上，慢慢摇头，不行，你不能叫玉儿。哦，我了然地笑起来，
是怕这个名字被宫里的人知道，万一传到大楚去，上官玉疑心过来找我吧。那我叫姚月好不？脑中突然冒出我前世的名字，虽然多了个姚字，可是月字还在。卓寻寻似乎挣扎了片刻，终于狠心点点头，好，就叫姚月。我也点点头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决定了我以后在写词的名字。只是姚月姚月，遥远的月儿，我身处远方，与你相隔万里，上官玉，你能明白我这个名字暗藏的意思吗？翌日，我大清早的就去书房报道，没想到只看到2个侍卫在门口把门。侍卫跟我说卓寻寻上朝去了，我这才想起这是在挟词，卓寻寻是挟词的王，也要和上官玉的爹一样，每天上朝理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侍卫大哥。我点点头，举步想进书房，谁知2个侍卫长矛一伸，把我拦了下来。王上吩咐过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都不可以擅自进他书房。我被一拦，只好停下脚步，跟他们解释，我是王上昨天带回来的丫头。那也不行，除非有王上的手谕。2个侍卫丝毫不动容，完全没有一丝松动。我忍不住朝天翻了翻白眼，这卓寻寻培养的线还真不是1个2个木头啊，简直个个不懂变通，只知道死守命令。他们居然让我在这大热的天待在外面等卓寻寻1、2个时辰下朝后再进去，我不晒成人干，中暑才怪。肯位大哥，你们就行行好，让我进去吧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哀求。要知道，这挟词有个什么怪习惯，哪天轮到哪个丫头当值，不到下值时间，住所的门都是锁摔的。我猜大概是为了防止丫头偷懒，所以我现在根本无处可去，要是进不了书房，我就真的只能在门外等卓寻寻回来了。谁知这些侍卫果然是铁做的，任我怎么哀求都无动于衷，我说的嘴巴都干了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坐在书房门口，呆呆的死心等卓寻寻下朝。太阳越升越高，仲夏的上午，热度升得飞快。我根本没有遮阳的地方，又没有水喝，整个人热得好像要烧起来一般，额上不停地冒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头有些发晕，一个人影远远地朝我跑来，姚月姑娘，原来你在这。我闻声抬起头，模糊之中好像看到一个人在眼前晃，但是看不清面貌，不过听声音似乎是卓寻寻身边的贵公公。公公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王上下朝了，让你到前殿的广场上去。前殿，我疑惑地站起身，整个人立时感觉一阵头晕，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掉下去。幸好身旁的贵公公反应迅速地扶了我一把，我才勉强站住了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贵公公关心地问了一句。我摇摇头，没事，坐久了，站得有些快了。他哦了一声，慢慢放开手，那你小心一点，我还有其他事要办，先走一步了，你赶快过吧。好的。我目送着眼前不甚清晰的人影远处，让自己定了定神，才3步一晃地朝前殿赶去。卓寻寻大概在那里等了我一会了，见我过来，有些急切地责备道：“怎么这么慢？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喉咙干得说不出来，只好不作声。他脸色微微一变，低头看住我：“怎么了？出了那么多汗？”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把额上的汗，果然一手的汗渍。没我哑着嗓子刚说出一个字，他一顿，立时拉起我，飞快地朝外面走去。你干嘛？我勉强能说出几个字，不明就里地被他拉着走，脚下却是虚浮的厉害。他不理我，用劲拉住我的手，径直将我拉到马车旁。上去。他将我半扶半抱地拉上马车，拿过一个水壶塞到我手里，快喝下去。我怔怔地看着一瓶紫水，顿时感觉自己的喉咙又烧了起来。我根本来不及感谢他的及时，接过水壶就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。大半杯水下肚，喉咙顿时不那么痛了，灼热感消哀卧雨多，身上似乎也不那么热了，心慢慢静下来。卓寻寻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见我终于解了渴，才沉声问：“你是不是在书房外面等了很久？”我无力地点点头。他的眸中闪过一丝怜惜，颇有些自责的喃喃自语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下什么死命令，害得你在太阳下晒那么久。”
我在心里朝他翻了个白眼，原来你也知道你的侍卫100%遵守你的命令啊，害得我与太阳作伴，大热的天在太阳下做人干。我想到去年仲夏，上官玉怕我太热，从冰窖里运来好几块线放在宫里解暑，他的细心体贴让我现在想起心里一颤，一时胸口有些闷，我不由得将水壶搁到胸口，冰凉的感觉才让我好受了一些。第71章试探，马车咯吱咯吱地启动了，走了。片刻，我见他没有告诉我要去哪的意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我们这是要去哪？”他微微一笑，靠向车厢后面，神秘地看着我，去了就知道。居然还保密，他不肯告诉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只好随马车走向未知的地外。卓寻寻一路上有时看向宙外，有时在沉思，没怎么跟我说话，只是后来看到我的面色稍微好了些，才松了口气，对我说：“后不要一个人待在太阳底下，晒坏了怎么办？”我撇撇嘴：“你的侍卫不让我进去，我又不能硬闯。”他好似看出了我的意思，伸手往怀里摸了一会，掏出一块令牌递给我：“以后万一遇到我不在，你就把这块牌子拿出来，他们看到了自然会放你进去。”我低头看向他手里的牌子，这是一块用纯金打造的令牌，正面刻着一只貔貅。我没有接。我知道貔貅代表着他们挟持的王上。这算什么？挟持的王居然把贴身的令牌交给婢女，还准许她随意进出书房，天下会有这样的事？我狐疑地看向他，难道是对我的一种试探？脑中突然冒出这个想法，我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刚才在太阳底下晒了太长时间的晕眩感再次袭来，我连忙摇了摇头：“不用了，以后我知道了，我会等你下朝后再去的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好像在探究着什么。我受不了他这个目光，闭了闭。他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一样，收回令牌：“好，既然你不要，我也不勉强。”我点点头，将目光投向窗外。一路无语，马车停了下来，我一路惴惴的心也跟着放了下来。跟着他下了车，我抬头一看，居然是将军府。将军府，将军府，将军府三个无恍若一个惊雷在我身边劈过，我顿时呆在原地动弹不了。卓寻寻最信任的两个将军，莫非多尔和昭亚？多尔跟着卓寻寻去了我们大楚，昭亚伤病在身躺在家里，此时他肯定是来探视他的。那么我立刻想到了，若是被昭亚认出，我该怎么办？心头倏然像压了一块石头，一时呆立在那里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怎么了？快走！卓寻寻看我愣在门口不动，催促道。我回了回神，咬咬牙，安慰自己，没那么巧吧。当初我是着男装的，而且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，那么匆匆一瞥，应该不会记得多少吧。我在心里祈求老天不要让昭亚认出我，一边跟着卓寻寻往里走。穿过重重庭院，待卓寻寻来到昭亚的房门口，报信的人已先一步将卓寻寻来看望他的消息报告给昭亚听了。昭亚一身便服的站在院子门口，恭迎卓寻寻。我一眼就认出了瘦了一圈的昭亚，他给卓寻寻行了礼，卓寻寻忙过去扶他。昭亚站起身，顺势抬起头望向他后面。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妙，刚要低头回避，他已经飞快地抬起头了，与我的正脸 L 撞了个结结实实。我赶忙低下头，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视线定格在我的身上。我如芒在此，一时心跳加速。卓寻寻仿佛无所觉，亲切地扶着昭亚回房。回到房间，我站在卓寻寻身后，卓寻寻问了他一些恢复的情况，昭亚都一一回答。我站在那里心不在焉，只希望探视赶快结束。姚月，帮将军拿杯水来。卓寻寻突然吩咐我，我震了震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个卓寻寻居然要我去倒水给昭亚。我慢吞吞地倒了杯水，递到昭亚面前，将军，喝口水吧。他没有接。我心中着急，知道他在看我，面上却只能装作若无其事。将军，请喝水吧。我把杯子往前送了送，再次提醒了他一遍。他哦了一声，伸手去接杯子。谁知我明明将杯子放到了他手中，不知怎的，我放手的时候他却没有拿住，
眼看着杯子要掉到地上，我迅速出手捞起掉向地面的杯子，与此同时，他也即刻出手，只是比我晚了一步，他的手搭在我的手腕上。我一惊，抬起头看他，他也正好抬头看向我，四目相接，恍若一道火花劈过，我赶忙收回手，将杯子塞到他手里，同时他也回了神，接过杯子喝了一口。我低着头退到卓寻寻身后，刚才的一幕让我心跳加速，如此巧合的手软，他又不是刚刚重伤在身，怎么会一只杯子也拿不住？姚月，你先出去吧。卓寻寻没有关心昭亚刚才的动作有没有伤到伤，反而镇定地吩咐我出去。我一愣，随即点点头，转身退了出去。替他们关上门，我不安地转过身，走到院子里。昭亚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他刚才莫名其妙的举动究竟意欲为何？我绝不相信一个练武职人居然会脱手接不住一只杯子，难道又是试探？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，我慌了神，赶忙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仔细回想一下刚才有没有露馅的地腕落杯、接杯、手腕。天，心中的在意一阵接一阵，我果然被骗过去了。据我的推测，昭亚应该是故意没接住杯子，看我能否接住，因为练过武的人反应都很快，我若是张山，定会反应迅速接起杯子。第二，若是把我接住杯子看成是巧合，那他故意慢我一步，装作来不及接杯子的样子，反而扣住我手腕，应该是为了搭脉，故为练过武的人，脉象是和常人不一样的。就算昭亚相信我是碰巧接住了杯子，那么搭脉呢？两者皆符合他们的推测，我已经在他们的算计中无意识地把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告诉了他们。这么说来，卓寻寻今天带我来昭亚府邸，应该是早就画好的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让他确定一下。故为他一开始就怀疑过我，只是没有证据，一直不能确定。完了，我的另一个身份就这样暴露了。不知道卓寻寻听了昭亚确定是我的话会怎么处置，我想到这，我身上一阵发寒，险些站立不稳。走吧。卓寻寻在昭亚的房间大概待了有2炷香的时间，独自一人出来了，径自朝前走去。我心里有些发慌，紧张地看着他。他面色如常，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我知道此时他不问我什么，我就什么都不宜说，不然很有可能将自己陷入另一个困扰。卓寻寻一语不发地回了自己的书房，我作为他的贴身侍女，只好跟着去。他沉默地坐在自书桌旁，沉思了片刻，拿起笔，不知在写什么，只是我看到他下笔很是犹豫，写停停。我泡了一杯茶，想走过去看看。他看到我走近，忽然用手挡住了纸上的舞，我心里狐疑，又不好说什么，只得把杯子放下，转身退回一边。我在一旁站定，抬起头来，正看到他的目光定定地定掳在我的背影上，怔怔地出着神。我心中一裂，猜测他此时心里一定在天人交战，一方面知道了我就是当初对他们挟持军痛下杀手的张山，另一万面又因为我是太子妃，很有可能利用的好就是和大楚谈条件的好筹码。我低下头，不动声色地装作没注意他的目光，他仿佛也知道我是故意忽略他的目光，眸中金光一跃，飞快地收回视线，重新看向手边的纸。夜幕渐渐降临，他一直坐在那里，写完东西后又开始批奏折，我只得忍着饥饿继续陪他。送饭的了头在门口报告，我走过去对他说：“进来吧。”他点点头，拎着一盒子东西进来，我替他把桌子擦了一下，他将晚饭一一端进来，摆好一桌。你要吃饭吗？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，所以叫他时总是你的。而丫头将晚饭摆好就出去了，我们刚才一番动静都没让他抬头，现在屋里又只剩我一个人了，若我不提醒他，他只怕是不会吃饭了。闻言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忽然对我说：“你可以叫我的名字。”我一愣，觉得叫他的名字显得太亲切了，如果像他的属下那样叫他王上，又对不起自己在大楚的那个身份，所以我索性什么也不叫。如今他这样跟我说，我只是支支吾吾地答应着，并不会真的叫他名字。他站起身，朝桌上看了一眼，
走到 N 外，吩咐工人再拿一双筷子。他将筷子放到桌上，对我示意了一下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在谦什么，一个王和他的婢女一起吃饭，是在笑话我现在的身份已经是任由他使唤的丫头了吗？还是随口一说，在怜悯我？我摇摇头，淡淡地看着他，不用了，待会回去有饭吃的。他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，直接伸手将我拉到他旁边坐下，盛了一碗饭放到我面前。盛情难却，我知道推脱也没有用，唯有遵命。他看我吃饭了，淡淡一笑，才端起自己的那碗饭吃起来。入夜时分，天色已经接近余时，我困得厉害，卓寻寻却还在批阅奏折，我唯有强撑着，等他什么时候就寝，什么时候才能解脱。姚月，过来帮我宽衣。正当我一晃一晃打瞌睡的时候，猛地听见卓寻寻叫我，一个机灵，我醒过来，看向他，脑中立刻反映出我曾尽职的帮上官玉宽衣的情景。怎么又在发傻了？他的声手带了一丝无奈，我这才想起自己现在是他的婢女，他让我帮他宽衣是理所当然的，只是我感觉这样是对我大楚太子妃身份的羞辱。于是下意识地想让他去其他地外，让其他丫头服侍他。你睡在书房吗？我故作惊讶地看着他，他身为挟持的王晚上不是应该赵姓嫔妃吗？难道一个人睡了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奇怪地看着我。我本想说没什么的，嘴上却下意识地将脑子里想的问了出来，你不赵姓嫔妃？他眸中神色一行，忽然恶狠狠地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，你希望我赵姓嫔妃？我被他从未出现过的样子吓了一跳，连忙摇了摇头，不。他眸中神色一缓，才朝我笑了笑，夸张地打了个哈欠，那你快点帮我更衣，我困了。他在我面前从不自称寡人，也让我更记得要对他保持一分疏离。我走近他，无奈动手给他宽衣。卓寻寻生在北万，个头比上官玉进要再高上半个头，整个人站在我眼前显得特别高大。我低头替他解开腰间的带子，他的呼吸正浮在我额头，额前的头发被微微吹起，痒痒的搭着。我忍不住走到他身后，帮他脱去他外衣的同时撩了一下额前，接着重新走回他前面，继续帮他脱另一件衣服。我低下头解开另一根带子，正要转身走到他后面，忽然看见他抬了抬手，我下意识地跟着抬头，他猛地看见我抬头，手就这样抬在半空中，眼中闪过一丝尴尬，顿了顿，又放下了。好了，我看向他，转身过去替他铺被，他站在我身后，等我将被子铺好了，才走过来，提醒道，明天43刻来就好了，这天正是仲夏，没事不要出门，待在屋里多喝点水，要是嫌热就让工人多送些冰块到屋里，还有记得开窗通风。我诧异地听着，想转身出门的步履慢下来，他颇为不放心的叮嘱，竟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不是他的婢女，而是他的，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直到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满线惊诧，他才停了下来，微赧地转过身去，朝我挥了挥手，你下去吧。我应了一声，鼓他关上门，不出书房。今晓月色如此皎洁，点点星光仿佛无数的眼睛。上官玉，明月当空，你是否会想起至今不知身处何万的我呢？第72章下划线宠妃一。我百无聊赖地看着书桌前时而蹙眉时而点头的卓寻，他从下朝后就开始批阅奏折，我去的时候他正好回到书房没多久，我尽责地给他泡了茶后就没有事情，趁他在批奏折没空理我，我开始神游天外。想想时间真是过得很快，被他抓到挟持已经快1个月了。工人们都对我这个被卓寻亲自带回来的人感到好奇，但我时刻待在卓寻书房，他们又不便探问。每次我走在路上或者干什么的时候，他们都对我抱着好奇的眼神，目光一直要直到我的背影消失在他们眼前才收回去。我只做不知，故意忽略他们的目光。我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过客，没有必要让这里的人过多了解，也无需了解。仲夏的太阳直接晒在屋顶上，热气一阵一阵的倾下来，知了没完没了的叫着，让人心里无法安定。
卓寻的书房很宽敞，也放了冰，可是对于我这个怕热的人来说，还是觉得并不凉爽。我感觉汗意一层层的冒出来，我现在不是在大楚，不是太子妃了，不能让丫头给我扇扇子，只好尽量往冰块那里靠去，希望冰块的凉气可以让我不再感觉那么热。姚月，替我去御膳房拿些酸梅汤过来吧。卓寻抬起头，也不知道是他也感觉很热，还是看到我热，他也觉得热了。他忽然想到喝酸梅汤了。我无奈地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虽然看到外面的大太阳很头大，但人在屋檐下，我根本没有权利说不，点点头往御膳房而去。一路上烈日当空，几乎看不到工人，我尽量往阴凉处走，可即使这样，当我到选御膳房的时候，身上还是出了一身的汗。我掏出腰牌，说王上要酸梅汤。管事的公公看了看我的牌子，便递给我一个盆子，里面装了满满一盆子酸梅汤。我拎起盆子步出御膳房，大概是我来时被晒得久了，背上感觉火辣辣的。我只得加快步子往回走，穿想着书房里的冰块，只要赶快回去，就不会那么热了。谁知我拎着盆子刚走到书房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娇媚的话语：“王上，你看臣妾给你带来了什么？”哦，让寡人看看我的柳儿带来了什么。接着是卓寻含笑的声音。我生生地站住脚步，盯着那局门。柳儿，莫非胖的玩妃柳姬来了？柳儿知道王上喜欢蜜枣茶，所以特意在宫里泡了，给你拿来了。柳姬的声音听来娇媚八股，即使我身为一个女人，听到这声音也不免酥了骨头。我不禁想到，我对上官玉从来都是嬉笑怒骂，还没有过这么娇媚的时候。真不知他这么个玉树临风的太子，怎么会喜欢上我这个一点都不温柔的女子？我不禁先笑起来，声音大概惊动了里面两个人。卓寻的声音随即传来：“谁在外面？”既然被发现了，我自然不能躲着不出去，随即应了一声，推门进去。8日之处，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子正偎依在卓寻身边，黑发如绸，眉如远，眸如星辰，肌肤胜雪，浅笑盈盈，风情万种，活脱脱一个大美人。我不禁看呆了，原本以为新雅已经够漂亮了，没想到眼前这个女子竟比新雅还要漂亮。世上竟会有如此美丽的女子，简直如天仙下凡。我不禁暗自庆幸，幸亏此女没生在大楚，不然只消看上一眼，世上还有哪个男人把持得住？即使我也没有把握上官玉会不会被他迷惑，怪不得卓寻对他如此恩玩放肆。见了王上不知道行礼吗？那柳姬看似娇媚，没想到脾气还挺大，见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，斥责起来。我一顿，看向卓寻，他要我给他行礼吗？卓寻闻言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伸手揽住王妃，轻声道：“柳儿，这是我书房里的丫头。”哦，那柳姬息了脾气，抬头看看我，又看看卓寻，她就是你带回来的那个丫头？卓寻点点头，那柳姬面色一僵，看向我的眼中明显带过一丝嫉恨。我暗叫不好，只听他随即又对卓寻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是柳儿的不是了。”卓寻微微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柳儿知书选礼，有何不是？”柳姬听卓寻这么说，脸上才现出一丝笑意，然后好像故意做给我看似的，拿起他带来的蜜枣茶，撒娇的要卓寻喝下。卓寻自然糊不过他的百般柔情，在他酥摔骨头的声音中喝了一口。赖吗？再喝一点，这可是柳儿特意为王上做的。柳姬全然不顾我在场，整个人粘到了卓寻身上，一只手在他胸口游移着。我看得身上一阵发毛，这柳姬也忒大胆了些，他就不怕卓寻一个把持不住，直接在书房要了他，那我不是要长针眼了？想到这，我连忙告退要出去。这屋里的温度简直都快比外面的还要高了。卓寻脸色一僵，在柳姬宛如莲藕般的玉臂问看住我，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低下头，故意装作没看见，出了屋子关上门。那一天，柳姬一直待到傍晚时分才出来。出来时，他狠狠剜了我一眼，哼了一声，然后才高傲如孔雀般的扬长而去。进屋后，我看到墙边的床上被子凌乱，卓寻略显拼地站起身，见我进来，愣了一下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你回去吧，今天不用当值了。
他冷淡地丢给我一句话，直接走到书桌旁，继续看起奏折来。我哑然失笑，折腾了一个下午，居然还要强撑着精神看奏折，他这个写词王当的也真辛苦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写出了游子的思乡之情。我现在虽然不是游子，却身处异国，而且今天又是中秋节，更衬托了我的思乡之情。我站在书房里，看着卓寻批阅奏折。今天协慈皇宫举行晚宴，卓寻休朝一天，工人们从早上开始就在忙碌。中午时分，卓寻刚用过午饭，他身边的贵公公回来了，启禀王上，晚宴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。卓寻放下手头的奏折，点点头，好，你去安排一下，让一部分人先去休息一下，晚上再继续忙碌。贵公公应了声是，又重新走了。我暗暗佩服卓寻，还真是个体贴的王，知道晚上宴会辛苦，趁着下午空闲的时间让工人去休息。启禀王上，给柳妃娘娘准备的月饼已经做好了。御膳房的工人在门外禀报。卓寻哦了一声，让工人进来。卓寻让我把月饼盒子打开，我上前一步，打开盖子，顿时眼前一亮，这月饼做得真好看，翠黄的皮，隐隐透出各种颜色的馅。都是按柳妃喜欢的馅做的吗？是的，娘娘喜欢的莲蓉、蛋黄、豆沙都放进去了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卓寻挥退了工人，将盖子盖起来，对我道：你帮我把月饼送到柳儿那去吧，就说我已经看过了，都是她爱吃的。让我送，我看了看盒子，又看了看他，柳姬好像对我不太友好啊。我送过去的话，他会不会直接把月饼扔出来？安你就帮我送烫吧，如果我去的话，他又要缠着我了。卓寻说这话的时候，俊朗的脸上带了一丝无奈。我看得出，他是很喜欢柳姬的，对于柳姬的撒娇功夫毫无办法。看着卓寻恳求的眼神，我想自己也没事，不如就跑这趟，反正我送完就走，想那柳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好，我替你送烫就是了。我提起盆子，举步往外走。谢谢你，月儿。卓寻忽然在我身后微不可闻地道了一句谢，我的身子一颤。月儿，他又叫我月儿，匆匆出门，一路上也顾不得那些好奇的眼神。只是我觉得现在工人现在对我似乎非常冷淡，除非卓寻站在我身旁，不然对于我的话，他们都装作没听见。我很奇怪，明明没得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因着事的宠妃？柳姬的宫殿也装修得格外美丽，守门的工人看见我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只得跟他们说我是来送月饼的，他们才看了我两眼进去禀报。片刻出来后，冷冷地说，我们娘娘刚刚午睡下，你在门口等等吧，等娘娘起来了，她自会让你进去。什么？她睡下了？那要多久才会起来啊？我想起父皇的妃子们通常午睡要1个时辰，难道让我拎了个盒子在门口等上1个时辰，麻烦你再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是替王上送月饼来的。我本以为搬出卓寻，柳姬总会让我进去了，谁知那工人听完，骄傲地看着我，娘娘自然知道是王上送的，王上每年都会给我们娘娘送月饼来，现在娘娘正在午睡，你就等等吧。什么？卓寻每年都会给柳姬送月饼？怪不得他一点都不惊讶呢。搬出卓寻失败，我只好死心，站在门口等他起来。好了，娘娘让你进去。一个丫头从柳姬的宫里出来，朝我喊了一声。我早已站得双脚麻木了，柳姬这一觉睡得还真长，整整等了1个多时辰。我急忙踢了踢腿，快步走进去。进吧内室，一股恬淡的花香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的感觉，闻着甚是舒服。丫头将我带到柳姬面前，只见她眉目清明，衣服整齐，一点也不像刚睡醒之人。我心里猛地就咯噔了一下，恐怕这个午睡是假，她是故意让我站在门口等的吧。呵呵，看来我还未跟她说上话，她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我心中不差，无奈现在身份比她低，若是强来，吃亏的只是我自 L。我顺了口气，垂日低头地看向地面，嘴里恭敬地给他行礼。他淡淡地嗯了一声，对我道：抬起头来。我不敢懈怠，
慢慢抬起头，对上一双棕褐色的眼睛。长得还真漂亮，怪不得王上让你做他的贴上婢女呢。柳姬玩弄着字的指套，漫不经心地说着。娘娘谬赞了，奴婢哪及得上您的一根指头？我控制着自 L 的情绪，尽量顺着他的话说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那笑绝对倾国倾城，只可惜说出来的话让人生厌，是煞不上。我不再说话，免得他继续羞辱我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大概觉得无趣，看向我手里拎的盆子，这是王上让你拿来的月饼。是的。大胆，回话竟然不用奴婢。柳姬身旁的一个丫头对我吼了一声。柳姬看了我一眼，摆了摆手，算了，人家是王上身边的人，在王上面前都不用行礼，我们有什么资格让他自称奴婢呢？娘娘恕罪，奴婢刚才一时紧张忘记了。我强忍住心里越来越大的怒气，继续示弱。这个柳姬简直比心雅还难缠，她不动手动我，但是说的每句话都几近讽刺之能事。柳姬呵呵一笑，不再纠缠我口误的问题，忽然将话题一转，听说你还跟王上一起吃饭。我心中一个机灵，顿时收神，这件事怎么被他知道了？屋里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卓寻，莫非是每日多拿一双筷子，被工人传了出去？这些工人还真胆大，为了夺得卓寻宠妃的信任，居然把他们王上的一举一动都来向他禀报，怪不得柳姬对我态度如此不善。既然这样，我更加不能承认我真的跟卓寻一起吃饭了，不然他非跳起来不可。反正吃饭时书房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到底有没有跟卓寻吃饭，他们并不清楚。单单凭多拿了一双筷子就认定卓寻和我一起吃饭了，未免显得太草率了。说不定他也只是试探我，我要是先自乱阵脚，倒让他看出端倪，所以我告诉